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咯。那今天呢是一个 special topic 的一个 talk， 那我们有邀请到政大的洪州佑老师，他本来就是做人机互动当中，特别是跟机器人互动有关的，尤其跟机器人的一个权利 ，OK， 跟 AI 机器人这种权利。好，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有两份作业是今天要做完的，一个是我与 AI 的 Avatar 的奇特对话经验。OK， 你有一份新的要缴交，那另外一个是测验哦，当 MCP 不在我的掌控中的一个测验，这样子一个测验，这两个都不要忘记了，都是今天截止哦，今天截止。那我们其实整堂课已经到了尾声了，那在12月11就今天是一个 talk 嘛，那我们下礼拜的话就是期末报告，我们就期末报告。那期末报告有人在问到底完整度如何，基本上就是越完整越好啊。那因为希望你可以把你做完的部分可以录成一个实机展示的影片，然后在你的整个报告当中这样，所以你的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是简报的 slide， 有些是你实际操作的影片，然后还有结尾可能又会回到 slide 这样子。那在最后，在12月27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一整天的 demonstration， 就是展示。那你说18到25的东西可不可以改？当然很欢迎啊，很欢迎你有什么东西想要改就可以改这样子。但是我们的18号那一天会也刚好是我们的线上展的影片缴交截止日期，因为我们需要有花一点时间把简报跟影片把它迁到 GatherTown 这样子 ，GatherTown。好，那大家不要忘记哦。12月17呢是我们在上课要播放的影片跟简报的缴交截止。那12月18当天我们就会线上播放影片，然后跟同侪的互评这样，同侪的互评。那再来是期末报告跟展示的部分啊。在期末报告建议你就是说你要说明清楚你的设计动机。其实你本来的简报就有设计动机嘛，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讲一下你的实际上具体实作的这个功能，然后你运用了什么 AI 的技术，但你不用去讲解太细节的技术，你可以把一些东西放在简报里，那专注再去讲你最核心的，然后最有趣的，让会吸引大家想要听你简报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好，当然还是会需要一点深度啦，需要深度。那我们期末报告就是你要缴交简报跟影片到除了我们的 YouTube 以外，也要上传到 NTU 库，然后在期末展示的部分的话，如果你想要更新你在 GatherTown 上的简报跟影片的话，你最慢要在12月18。OK，12月18就是礼拜五2359之前呢，重新上传到 NTU 库。那我们礼拜六的话，就会拿 NTU 库上的档案去把它放到 GatherTown 里面这样子。那期末展示部分的话，我们现在评审已经邀请好了，本来是4位，我们现在改到6位这样子。OK， 因为我们的项目有点多这样，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到了6位。那我为什么要放这页？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还没有填写这个表单啊。OK， 就填写你期末参展表单，特别不要忘记了，就是你到底是吃肉还是吃素这样子。那我刚刚助教应该是有把素再改成2个选项，蛋奶素跟什么严格素食哦，全素哦，对，全素 ，OK， 全素。哦，我们应该不是搭飞机啊，所以没有严格素食这种那么难提供的餐点。我不是我很尊重这个，因为我不吃肉，对。好，那再来就是这是 NTU 库上啦，我们都开好了影片连结跟简报。那在这里的话的截止时间，我们现在把它改到12月，我看一下对，这张图是旧的 ，OK， 我们把它改到12月18的下午就是2359的时间这样子，这2个是新的时间 ，OK。好，那有一个我们会有分数，一个没有 ，OK， 但整体你2个都要交，这个只是为了系统计算方便，所以我们统一打分会打在这一格这样子，并不是缴交简报不算分，并不是缴交简报不算分。那期末专题缴交影片在这个地方 ，OK， 当然不要忘记了17号，12月17中午12点前，好，请善待助教，给助教一点时间，把大家所有的影片收集起来，弄成播放的一个 list 这样子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侯忠佑老师。那侯忠佑老师的专长是人机互动，刚好提到嘛，人机互动，然后特别是跟机器人的互动，
HRI 然后还有一些跟权力，这个题目就非常的 sexy 啊，机器人能领导人类吗？谈机器人互动与 AI 互动中的权力关系。OK， 那我们现在要换电脑，啊。那先换电脑，我们先换电脑后再介绍一次好了。那我们先换一下电脑。好，我们今天的进行方式就是跟前2场一样，前2场 Grace 跟 Stanley 老师一样，就是1小时的 talk， 然后会有大概半小时到1小时的一个 panel 的交流跟 discussion， 然后中间会先休息10分钟，让大家留言这样子。再一次介绍今天的正式的讲题啊，正式讲 Can robot lead human？ 机器人能领导人类吗？Social power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and human AI interaction， 看完全就是我们这堂课的课名在里面，这样被你包含在里面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侯忠老师。好，谢谢大家，然后谢谢韩老师的介绍，然后非常高兴可以有韩老师邀请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我的研究，然后因为我去年8月才我这样站在这边讲应该 OK 吗？好，那因为我去年8月才回到台湾，然后才开始任教这样子，所以我在今天要分享的大部分还是我在博士班的时候做的研究。那我现在已经有开始做一些研究了，不过因为还在投稿的过程中，所以还比较不能分享这样子。好，那我开场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先1小时的 talk， 然后半小时然后再来 panel 这样子。好 OK 好，那开场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侯宗佑，那我现在在政大传播学院数位内容与科技学程当助理教授。那我们数位内容学程比较特别是，它是在2个学院底下，就是资讯学院还有传播学院底下这样子。好，然后我的求学历程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我一开始是台大医学系的这样子，但是我不想当医生，所以我就去就其实我从以前就比较喜欢做创意设计相关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就重考实践的工业设计系这样子，然后所以台大的部分我本来是想要转系转到心理系，但是台大医学系他们就是自己觉得很厉害，所以他们是不准转系的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是就是我等于重考了2次，第一次考到实践工业设计系，然后第2次等于是我把重考当转学考再考，所以就是转系考再考，所以就是再考了1次，然后去心理系这样子。好，然后毕业之后那时候在台大心理系遇到一个老师，非常幸运，他跟我讲说，你对心理跟设计都有兴趣，那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领域叫做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那我没有像各位运气这么好啊，大家遇到韩老师就马上就知道这个领域了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我念到要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有 HCI。那所以那时候他就说，那现在台湾还没有这个 program， 你去那边念一念看吧。然后我就去英国 UCL 念了HCI 跟人因工程。那念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不是直接念博士，这个我没有照顺序写，我是先回来华硕做华硕设计中心做设计师。那时候一开始设计手机，但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华硕的老板就是施崇棠，他有个机器人梦，他想要跟全世界证明说台湾其实也可以做最先端的科技，所以他要做一只机器人。那时候在科技公司，大家未来很多人应该也会未来去科技公司当 UX 设计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大家知道科技公司的薪水是绑在你的产品上面的，就你的产品大卖的话，你的奖金就会多，产品不卖的话奖金就会少，然后新产品的话就通常是不会大卖，所以就是不会有奖金。所以那时候大家就不想去做这支新产品机器人，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就是菜鸟这样子，他们就推我去做。但是我做完了之后，觉得机器人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然后也很有未来性，然后所以但是自己对机器人了解不够这样子，所以在做完机器人的时候，我就辞职，然后去申请博士班。那我申请的都是跟机器人互动相关的博士班。那蛮幸运就申请到康奈尔的Information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 是资讯科学，它整个系都在做 HCI， 就是它不是 Computer Science， 就资工在国外叫 Computer Science 嘛，就韩老师念的。那我们念的东西没有那么难，这样子，就是比较技术方面没有那么难，没有都很难，都很难，难的维度不一样。我决定还是拿起麦克风好了。好，那个就是我们
介在就是技术跟人文之间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各个子领域，像是科技法律啊、科技社会学，那我念的是科技的设计，还有科技的行为科学，就是心理学还有设计的部分。那我就专攻就是机器人的互动设计。那右下角那只蓝蓝的是我在华硕设计的机器人叫 Zembo， 然后在右下角那只跟我合照的那只叫 Vero， 那是我在 Cornell 的时候设计的机器人。等一下有时间够的话，我也会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专案。那个是帮 NASA 做的一个专案。那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有个暑假，我们老师没有经费了，这样，所以他叫我们去实习，所以我也有去矽谷，就是我在 Facebook 的总部，做使用者经验研究员这样子。好，然后毕业之后再回到台湾来。好，那刚刚那个是官方版的履历这样子。然后现在这些照片就是我的个人生活这样子。那左上角的那个部分是我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会被家里逼去念台大医学系，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去参加那个生物奥林匹亚竞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拿到金牌这样子，然后所以本来我妈妈说我可以去念我自己想念的东西，但拿到金牌的时候就是你有保送台湾任何一个科系的资格，然后他就说那你去念台大医科，大家不是都觉得那很难考，就是你就去念那个，然后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嘛，所以后来就重考，然后念实践工业设计公社系。那我毕业制作做的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台湾的小吃是我们自己的特色嘛，比如说到国际上我们都会讲珍珠奶茶、盐酥鸡啊，但那个时候那是13年前，那14年前大家还不觉得小吃是个可以搬上台面的东西，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台湾的小吃很酷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要用把台湾小吃比较现代化，所以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方式，然后再加上人因工程的原理，让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有去注意到盐酥鸡老板的手常常都会包那个护腕这样子，然后那主要是因为他们要常常甩啊，跟那个的姿势对他们的手其实负担很大，所以我用人因工程的原理，让一个老板可以就是用比较轻的负担，然后炸盐酥鸡这样子。好，然后右边上面的那个就是 Zembo， 那时候那时候 Zembo 设计了2年，然后非常的辛苦，然后大家也知道科技业本来就是会常加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为了做这只机器人，我记得应该是连续差不多1年吧的时间，我都加班到晚上12点这样子，就整整1年。然后所以到现在，那时候我是在华硕工作，然后关渡站，我到现在还记得关渡站回台北市的末班车应该是12点08分这样子，我就是每天11点58分的时候，因为我们走到捷运站要10分钟，11点58的时候从办公室狂奔到捷运站坐末班车回家。但那时候设计这个东西也还是很有成就感啊，因为到时候上 Computex， 然后那时候总统啊跟很多外国人都有来，然后到现在我们在跟国外交流的时候，比如说台湾在跟国外交流科技的时候，也常常会拿这一支出来。好，右上角是我设计的机器人，有空会分享一下。右边那个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叫 Malter John 这样子，然后是一个对我很好，然后很正面，就是非常心理支持很够的老师，但同时也是一个蛮强的老师这样子，就是他常常忘记，就是我当他的助教这样子，然后他是一个会忘记自己要去上课的老师这样子。对，就是有时候他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助教坐在台下，然后发现老师又没来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他又忘记今天要上课了，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打电话，然后他就可能在家里照顾他小孩，然后或者说在家里煮饭，然后说对哦，今天是礼拜2我要上课诶这样子，然后你们帮我 cover 一下，然后就是我们上台上课这样子。好，然后右下角我有兴趣是唱歌啊，然后我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然后大家有可能在网络上看过我写的评论，就是我兴趣之一是写政治相关或者社会相关的评论这样子，所以在脸书上也有跟那个 Threads 上也有一些 followers。好，不过我今天都不会讲政治，大家放心。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还是我的研究。那我的研究就是那时候在康奈尔大学嘛，那我去年才回台湾。那康奈尔大学是一个很漂亮，就是像这个地方看到的一样，风景很优美，有湖，然后有山有水，但是天气夏天的时候是像这样很漂亮，然后但是1年会下雪7个月这样子，然后冬天最冷的是会到零下35度这样子，所以零下35度就是很冷啊，所以泼出去就是会变
会变雪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它交通非常的不方便，离它最近的城市是纽约市，但是它到纽约开车要4个半小时，所以就是买什么都非常不方便这样子。好，所以是一个很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它无聊到，我觉得康奈尔之所以研究会那么杰出，是因为它真的太无聊了，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进 lab。因为你如果不进 lab 的话，你就没有人可以讲话，这样子就是，然后整个城镇因为太小了，然后整个城镇只有8个计程车司机，然后所以他们会认识你这样子，然后他们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又要回台湾了嘛这样子，然后就是对每个计程车司机会认识所有会去坐计程车的人，是一个很奇妙的小镇。好，那我的 lab 是就是 Malte Jean 的这个 lab 这样子，然后 Malte 他是德国人，然后但是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大学吗？不对，硕士跟博士是在美国 Stanford 念，然后之后就到 Cornell 做教授这样子。然后我们的 lab 叫做 Robots in Groups Lab， 然后基本上就是在研究机器人，大部分在研究机器人互动这样子。好，但是我们这个老师他 Robots in Groups Lab 是我在的时候的名字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升副教授了，然后他升副教授之后就改了 lab 的名字，叫做Design Studio 什么什么的，反正他就是说他没有要再升等了，所以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好，那我们那个 Human Robot Interaction， 这个领域大家应该都大概有基本概念了嘛，对不对？机器人互动这个领域基本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子领域，那包含了大家看到的安全性啊、usability 实用性啊，或者是我们社会跟情绪的 interaction 这样子。然后我们的 lab 主要做的就是社会互动，还有它的collaboration， 就是机器人未来能不能加入人做一个 teamwork 这样子，就是的团体互动。那当然，其实它有一些研究也是 autonomy 啊，或者是也有一些比较理论的。那我等一下有空的话也会讲。不过我们这个 lab 主要就是在做情绪、社会互动，还有团体合作。就是现在大家机器人现在想的应该都还是工厂里的机器手背啊，或者是人形机器人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在做的是机器人未来，我们觉得一定会加入人的工作，然后我们机器人会变成我们很重要的队友。那我们就想要研究机器人怎么设计可以跟人一起合作这样子。好，然后一个领域，你要知道它在干嘛，最快的就是直接去 Google 找它的图片嘛。那找出来的图片不是我们的 lab， 但我们的 lab 基本上就长这样子。那中间上面的那一个机器人，那个白色的那个是日本 SoftBank 的。有没有人知道这只机器人叫什么名字？有看过吗？有没有人有看过？中间那个白色，好，那个是日本软银 SoftBank 的机器人，它叫 Pepper 这样子。它是10几年前出的。那我们常常会买这种人形机器人，然后在里面写一些 code， 让它跟人做一些互动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的lab 除了人形机器人之外，我们也有很多机械手背。那因为现在机器人都还没有进入大家家里的生活嘛，大家家里有机器人吗？有机器人举手。好，那个放宽一点点的话，有扫地机器人的举手。有嘛？对，所以其实机器人慢慢进入家里的生活。再放宽一点点哦，如果 Chatbot 聊天机器人也算的话，有用过聊天机器人的 Google Home、Siri 这个都算，应该大部分都用过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机器人会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但是目前还没有家里没有实体机器人的状况底下，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大部分是机械手背。那所以就是左边大家看到机械手背的那个研究这样子。那当然机械手背在研究室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样。比如说我们学弟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写那个机械手背的 code， 然后就是回圈写错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机械手背就这样狂甩这样子。然后因为机械手背力气非常大，我们即使把它固定在整张桌子上，但它甩起来的时候，它会拖着整张桌子跑，然后就会然后我就打碎一整排落地窗这样子，对。然后最后我们就在隔壁大楼租了另外一栋教室给学弟做实验，叫他去隔壁系这样子。好，那我们在这个
team 之所以叫 Robots in Groups Lab， 是因为传统的机器人互动，我们都着重在一个人跟一个机器人之间。那可是我们很有兴趣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有兴趣的是 teamwork， 也就是一个机器人怎么影响一群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如果一群人之间会吵架啊，会怎么样的，机器人有没有办法让人不要吵架，或让大家合作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在研究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叫 Robots in Group Lab。那讲这个理论讲得很抽象这样子，所以我直接秀一个我们老师比较有名的研究，那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在这个这个里面呢，这张图里面呢，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机器人是哪一个部分？好，那3个看起来像人的是人哦，不是很厉害的机器人这样子。答案是那个我们那个麦克风那个是我们的机器人。那我们老师他不喜欢做人形机器人，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其实在我们机器人互动的领域呢，我们是相信未来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95%以上人形机器人都可以做到。所以如果我们用人形机器人来做实验的话，常常会发现说，你的实验结果就是验证之前心理学已经有的假设。就是心理学已经发现了理论，然后我们只是重复用机器人做，然后发现在机器人里面一模一样。那我们老师觉得这个比较没有意思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反而是把一些家具改装成机器人，然后让它有一些基本的 sensor 跟基本的 motor， 然后让它也可以基本探测环境，然后移动之后，看看它怎么改变一个地方的或一个团体他们的合作的氛围。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呢，其实是大家这边是研究生比较多，还是大学部，还是都有？研究生。好，大学部。好，一半一半。大家都什么系的？我可以问一下吗？顺便。很多啊。好，大部分是互动设计系吗？好，很棒啊！就我之前。所以各种都有赞。那你们嘞？OK， 好，那这边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大学的时候，不管是研究所或大学部都一样，应该有团体合作过的经验嘛，对不对？就是有团体专案、团体作业这样子。好，那团体作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事情都是你在做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开会的时候就是也不出意见、不讲话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上台发表，最后期末专案的时候也是你负责上台发表，然后但是他就在旁边这样站着也不讲话，最后整个学期跟你拿一模一样的成绩这样子。那这时候是不是会很不爽这样子？这个机器人就是拿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在做小组讨论的时候，这只麦克风机器人会发现，如果有人一直没讲话的时候，麦克风会转到他前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那个麦克风转到前面之后，那个人还是不讲话，就是然后麦克风就会上下点头这样子，去暗示那个人说，等一下该你讲话了，你安静很久了这样子。好，那透过这个设计，我们就发现呢，这个麦克风可以很有效的把社会压力转给那个人，然后让他开始讲话。那当一个组里面所有人的讲话的频率都比较相等的时候，这个团体的表现就会上升，就他们最后的作业成绩会比较好，会拿比较高的分数。那当然我们在发论文的时候，我们讲的不能只是单纯说这个是解决就是团体里面不讲话的人这样子，因为这个贡献看起来有点针对某些人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最后面我们写的是什么？是机器人有什么特性呢？它在团体里面有一件事情它可以做，但一般人做不到，是因为我们在团体合作里面有时候常常会碍于面子或者碍于社会规范这样子。其实有些人很偷懒，你也不好意思讲说，你是不是就是也该负责一些什么东西，你也该做些什么吧？那它就是有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机器人有什么功能？机器人可以帮你把你本来很想讲但不敢讲的话，在团体里把它讲出来。那透过，因为机器人就是不怕觉得就不怕社会丢脸或不怕被觉得很没礼貌嘛，所以其实机器人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这个研究就是证明了，在团体里面，机器人也许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大家未来如果设计机器人的时候，也可以想想看，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器人做一些人类不敢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设计机器人的时候啊，我们都只是在想说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家事丢给他做这样子。可是这个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不敢做的事情，但我们很想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交给机器人做？这样。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我的研究题目。我的研究题目是权力，这个权力听起来很虚无缥缈这样子。那所以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做权力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其实来源也很简单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华硕设计的时候，我设计这个机器人，那跟刚刚大家讲的一样，我设计了1年多，然后每天都坐末班车回家，然后所以做得非常辛苦。然后那时候在设计这只机器人的时候，怎么讲？一开始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在公司里面都会有一个内部代号嘛，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这部机器人主要的 UX 设计师，然后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内部代号，一开始甚至有想说取名叫悠悠这样子，所以就我的英文名字叫悠悠，大家都叫我悠悠。然后所以就是悠悠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我的分身，或者像我的小孩一样这样。然后结果到最后到讨论这些机器人要做什么的时候，大家就说到那个使用者的家里面当一些小帮手啊，然后就是帮人家做杂事啊，就是叫别人起床啊，然后帮别人传话啊，然后或者是有机会的话帮别人拿东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它的定位就是小帮手啊、小奴隶的感觉这样子。那对我来讲呢，我设计这个东西设计了2年，对我来讲，我好像这是我的小孩这样子。那我花了2年的时间栽培一个小孩，结果他要去别人家里当奴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忍心，有点心疼这样子。我就想说，我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亚洲爸爸这样子，我也希望我小孩出人头地啊。那有没有机会，我的小孩能去别的公司，比如说台积电当主管啊这样子？我的设计机器人可不可以去台积电当主管，而不是要到别人家里当奴隶这样子？那我就在想到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机器人的角色定位在所谓的帮助别人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使唤他，也就是我们从传统的权力上面来讲，他的权力是比较低的，也就是我们讲说是一个低权力的角色。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对机器人就是直接预设它是一个低权力的做人类不想做的事情？好，那我有了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去查嘛，然后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 robot 的那个机器人的英文就是 robot 这个字嘛，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字是哪里来的。那这个字其实是1921年才出现的字，然后它的原本是捷克文，它是一个捷克剧作家发明的概念这样子。那这个词呢，本来是捷克文里面的 robota。那 robota 是什么意思呢？ robota 在捷克文的意思根本就是奴隶这样子。也就是说，机器人这个概念一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它的概念就是人类的奴隶，或者是被强迫的劳动力。这件事是很有趣的。那你就可以发现，我们人类很有趣，就是我们用科技创造一个自己的分身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要平等的对待它。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当我们科技能创作一个自己的 copy 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是把所有我们不想做的事情都丢给他们。所以才会有这个奴隶或者是被强迫的劳动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个概念，机器人的概念一开始被发展出来的时候，它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低权力的角色。人类是期望把所有不想做的事情丢给他。好，但是我们可以看所以我的研究主题就是包含了 intelligent agent。intelligent agent 就是智慧的代理人这样子，那包含了机器人跟AI agent 嘛。那大家在这门课应该都已经知道这边的差异是什么了，就是 robot 是有物理实体的，那没有物理实体的，比如说是动画的，那就是 AI agent 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概念是 power。那 power 我们刚刚讲到说，机器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预设它是低权力的。可是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吗？比如说我大部分是做捷运上班，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也会睡过头，然后睡过头的时候就会做 Uber 上班。那做 Uber 上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司机要载谁啊？他每一趟是拿多少钱？这个东西它是不是 Uber 总部里的任何一个人决定的吗？好像不是嘛，其实是演算法自动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员工他传统上拿多少薪资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管理者决定的。可是现在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是 AI 自动决定。在 Uber 的企业总部，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就是载我的司机他拿了多少钱，所以这个演算法等于已经扮演了传统主管的角色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图，这是华盛顿邮报前年的新闻，那他在讲的是矽谷这几年的景气很不好，然后再加上 AI 大量取代工作的关系，大家应该知道那个矽谷大裁员的事情吗？对，就是因为那个很多工作被 ChatGPT 还有各种 AI 取代了，所以矽谷很多的工程师被裁员这样子，因为就是现在工程师现在 AI 很会写 code， 所以他们就把大量的事情交给 AI 做。那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之前念书念得很辛苦，然后好不容易到国外念硕士，然后当了国外矽谷的很著名的公司那些大公司的工程师，然后结果在去年的时候就被裁员这样子。那矽谷现在是怎么裁员的呢？传统上裁员我们还会请人资部门就过来跟你谈一谈，然后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怎样，所以要请你走。但他们现在的裁员就是非常狠，他们裁员是直接请 AI 选择谁被裁员，然后而且是 AI 写信到你的信箱，然后就直接跟你说不好意思，因为公司政策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合约就要到今天为止，然后请你今天我们给你个箱子，你就拿着箱子离开这样子。然后也就是说，传统上我们当然是人啊，或者是主管来决定谁被裁员，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里，也甚至是已经是 AI 在决定要把谁裁掉这样子。好，然后在右边那个呢是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也就是 AI 掌握权力的例子。那就是在客服中心，传统上客服中心的主管应该还是人类嘛，但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客服中心的主管，好，你要管100个人，好，你手下有100个人同时在打电话这样子跟各客户讲话，那你有没有办法知道同时监督100个人电话讲的好不好？应该很困难嘛。同时有100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应该做不到，所以他们就引入了 AI 主管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所有的客服人员呢，他们两边的耳机一边听的是客户的抱怨，另外一边听的是 AI 主管给他们的叮咛。AI 主管会跟他讲 speak slowly, speed up， 就讲快一点，讲慢一点，更有礼貌一点，你这边不应该这样讲什么的。好，那大家想想看如果你是客服中心的员工的话，你喜欢 AI 主管在你旁边这样讲话吗？不喜欢，对啊，我们大家都觉得不喜欢嘛。那我们那个调查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喜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就是这些怎么讲，在引入 AI 主管之后，那个客户满意度显著的提升了。也就是虽然员工不喜欢，可是客户觉得有 AI 主管的员工表现比较好，所以这样子的科技在越来越多公司使用。然后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传统上我们觉得 AI 啊、机器人啊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应该担任低权力的角色，就是帮忙人类，然后做服务的这样子。可是你看今天的世界，好像 AI 跟机器人还没有帮我们做家事之前，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占据一些主管的位置，在做传统主管在做的事情？那我就对这件事情感觉到很好奇，那所以我才开始做权力相关的研究这样子。好，那我就很好奇说，在未来的世界会不会都是机器人叫我们去做什么，然后人类都只能臣服，会不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世界？那所以我的第二个概念呢，我就取叫就用权力这样子。那其实一开始的我的研究题目并不是权力啦，一开始的研究题目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那时候做机器人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是那个机器人的那机器人是我的小孩嘛，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们老师讲说，我想要做的研究是机器人可不可以当主管这样子。然后我们老师那时候跟我讲说，这个题目是不错这样子，可是它不是一个博士班的题目。他觉得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当主管这件事情，好像一个研究就可以做完，比较像硕士的题目，所以他就建议我把它退一步，不要讲说主管，我们就是更把它抽象化一点，我们讲人跟机器人互动之间的权力关系。然后所以我就很感谢他把我的题目换成就是权力关系，那让我这个题目可以做很久这样子。好，那我的权力的定义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心理学，那因为我自己是社会心理学背景的嘛。好，那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好了，讲到权力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东西？好，可以列一个随便讲一个有权力的人，你心目中哪样的人有权力？
我们在那个 Q&A 回答好了 ，Class Q&A W14，大家可以打字回答一下好了。哦，我来分享给，对，因为大家打字的时候都比较多内容。哦，对啊，对，这个已经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课程教授。然后线上刚刚是40几个同学。哦，这么多吗？对，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等30秒的话，有机会也可以看到线上同学的留言。好，我们可以 chill 一下这样子。对，好，那你刚刚问题可以再 repeat 一次，不好意思。好，就是那个讲到权力的话，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角色或什么样的人是有权力的？好，同学们帮我在 Class Q&A W14帮我留言一下。嘉诚，快留言啊！有绝对的选择权，很好啊，对。有钱人，这个也是很好的答案。总统、政府，没错，公司主管、总监，这边讲的是位置这样子。你必须屈服于他的人，不错哦，这个很接近我们某一个定义这样。唧唧歪歪没带脑是？哦，你说他们随便讲就可以吗？不用讲话，不用带脑，也有人会听，那种就是有权利的人，这也很棒。就他不用负责任，对，他就是行使，行使，很赞。老板，上下级关系，有话语权。世界安静下来听你说话，很有趣哦，放心。政治人物，对，大家也会想到政治人物。好，还有3个，我们看一下，够吗 ？OK， 听话有特定益处。其实大家的那个讲的东西都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理论，这样子，大家的了解是正确的。全集高有的，我觉得在这边大家的反应很棒，就是我之前也在其他地方讲过，有其他地方没有。怎么讲？就权力有很多面向，然后你们大家把各个面向都 cover 得很好。这样，之前我在其他地方讲，有些人只想到其中一个面向，全集高于我的人，很好啊，很好。好，没问题。好，那我们一开始在讲权力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当然都会想到，比如说刚刚有人讲啊，政治人物啊，或总统啊，然后有些人会说校长啊，就是说那种重要的人物坐在重要的位置上。那但是权力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位置而已哦，就是除了我们讲的层级，刚刚很多同学讲层级绝对是权力的一种，但是权力不只是这个层级而已，它其实还有别的意义。那权力其实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呢，它的定义是 capacity to influence， 也就是影响别人的能力。所以只要一个东西有影响别人的能力呢，它其实就是权力这样子。那刚刚大家有举一些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可以给我钱的人，他就有权利嘛，就是有老板给我钱，然后叫我工作，他就有权利。所以那或者说，其实给你钱的也不一定是老板嘛，他不一定要是老板，只要别人给你钱，请你帮忙做东西，比如说虽然这不太好这样子，然后同学给你钱，请你帮忙做作业这样子，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对你有某一种权利？这个也是。可是相反过来，你知道怎么做作业，他不知道怎么做作业，所以你可以决定，就他说我拿1000块跟你说你帮我做作业，让人说不要1500这样子，你是不是反过来也对他拥有权利这样子？所以拥有专业，它本身也是一种权利这样子。然后当然大家也讲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包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权利是刚刚大家比较没有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光是拥有个人魅力，这也是一种权利，因为个人魅力就会产生影响力嘛。那比如说前几个礼拜那个Blackpink 上个月 Blackpink 来高雄开演唱会嘛，对不对？然后那个 Rosie， 她是 Rose 吗？对，她的名字念 Rosie 还是 Rose？ 好，她不是有喝那个珍珠奶茶？对，然后喝珍珠奶茶之后，隔天我去看50岚的时候，50岚前面就排很长，这样子，大家都要看到他喝珍珠奶茶，大家也想喝珍珠奶茶。像这种东西就是魅力，魅力本身也是一种影响力，它也是一种权力。所以权力其实不只是位置上，然后它各种有影响力的都是权力。所以讲到权力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就是我们如果去探讨这件事情，我们有影响力的就叫权力的话，那我们去想一下，我们设计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为什么？设计机器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要改变人的行为嘛。那不管他是要说服人做某件事情，或是帮你做家事，帮你做家事也改变你的行为，因为你本来需要做的，你现在就不需要做了。所以帮你做家事也是改变行为的时候，它也是某种程度影响力。所以设计所有的机器人其实都跟权力有关系，因为我们如果要这个机器人去影响别人的行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所以权力不只是就是所谓的
机器人主管啊，看人类员工这样子，任何的影响力都可以是权力这样子。好，那当然权力这件事情，在之前在机器人互动里面没有人做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在写论文的时候也需要引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例子，然后让那些就是从个领域里的其他学者知道为什么我要做权力。那这个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罗素就曾经讲，他是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大前辈这样子。好，那他之前就讲过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in social science is power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energy is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physics。他说，如果说物理学里面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的话，那在座大家应该都学过基础物理学，大家都知道物理学一开始开宗明义我们就上的是力学嘛，力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能量嘛。那如果他说能量是物理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的话，社会科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power， 就是权力这样子。所以权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权力如果这么重要的话，理论上会不会应该在人际互动里面有很多人做过权力相关的研究呢？然后结果我实际上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领域最大的研讨会叫做 HRI， 就是 Human Robot Interaction。那这个研讨会到现在有，那时候调查的时候是700多篇，但现在有800多篇了。那800多篇里面呢，写到权力的论文呢，其实只有31篇，而且其中16篇还是其中只有16篇是社会权力这样子。那剩下15篇，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什么？好，其实因为我们是做机器人研究嘛，所以那个 power 在英文有超级多意思的。那剩下15篇讲的就是 electric power 这样，它讲的就是电力系统而已，单纯电力系统。然后所以我们如果在搜寻 social power， 也就是社会权力的话呢，其实只有4篇是相关的。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被我找到一个题目，就是说它明明这么重要，但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人做过。那我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博一就选了这个事情当我的我的博论主题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那我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方法学的，然后概念其实都很简单。不过大家就看一下，然后我觉得那个结果是蛮有趣的这样子。好，然后第一个研究是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就 Should I follow the human, follow the robot? Robots in power can have more influence than humans on decision making. 那这篇是我老师指导我做的，然后另外我的 lab mate 他是Ray， 那他也有帮我写一点 discussion 这样子。不过我们老师的指导风格基本上，大家知道那个用英文来讲的话，一个指导教授的风格我们会分2种嘛 ，hands on 跟 hands off， 就是手在上面跟手没有在上面。那手在上面呢，就是他会帮你管一些细节啊，然后帮你帮你修论文啊，然后帮你看论文这边怎么改啊，甚至有时候帮你跑统计啊。那 hands off 就是那种放牛吃草的这样子。好，我们老师是不知道大家的指导教授都是什么类型的。好，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就好。对，那我们老师是极度 hands off 的那一种，就是我每次在论文投稿之前拿去给他看的时候，他永远只看 introduction 的部分这样子，他都只看第1页跟第2页这样子，然后第1页跟第2页他就会说这句不好，然后你问他怎么改，然后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这句不好这样子。然后你那时候问他说后面部分呢就是实验设计啊，然后统计啊，你要不要看一下啊，结论这样子，然后他每次就是都不看这样子，他就给我3个字说 I trust you 这样子，就是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的这样子。好，所以那像这篇也是，这篇我在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看这样子，直到这篇登出来的时候他才去读这样。好，那这篇最后是登在前年的开 conference， 那韩老师应该有提过，就是我们 HCI 界比较大的一个研讨会这样子。好，那这边的实验其实很简单，我整个论文只做了一个实验。好，然后这边字比较多，我直接用中文讲了，这样比较快。好，基本上就是我在这边都请受试者想象自己是在一个顾问公司，然后有一个顾问小组这样子，然后顾问公司就是会有一大堆其他的公司来问你问题嘛。那些其他的公司，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新的柳橙汁公司，然后他们要出了一款新的柳橙汁，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一笔行销预算，但不知道多少要放在网络上打预算，多少要做店内行销比较好。那店内行销你可以想象在家乐福打广告，然后网络行销。那
如果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网络行销跟店内行销都很重要吧？所以我们先分一半一半嘛，就是好。那这时候呢，你这个顾问公司的小组呢，其实有3个成员，另外有一个人类，另外一个成员是人类，一个成员是机器人。好，机器人跟你说这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比较重要，所以网络要多放一点钱。然后人类跟你说，人类还是物理实体的动物，店内行销比较重要，所以店内要放多一点预算。好，那这2个你会听谁的？每个人不一样吗？不一定，对吧？好，你可以想一下你心里的答案哦。好，这次我再把事情弄更复杂一点哦。这个时候机器人是你的 team leader， 好，机器人是你们的小组组长，另外一个人只是你的另外一个组员而已。这时候你会不会倾向听机器人多一点点？也许有些人会，也许有些人不会。好，这就是我做这个实验的目的，这样子。好，我想要知道，到底人会永远听机器人的呢，还是永远听人类的呢？还是不管谁是组长，反正就听组长就好了？还是，如果组长是机器人，组员是人类的话，我宁可听人类组员的，我也不要听机器人组长的，因为那个是机器人嘛，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我就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接下来讲我的实验设计哦。那我实验设计就很简单，就跟大家讲说，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一个3个人的顾问小组，那也就是有一个机器人跟另外一个人类。好，那另外一个机器人跟另外一个人呢，有一个会被随机选做 leader， 就是就是组长这样子。好，然后你们这整个组呢，如果做实验做得很好的话，会有额外的钱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做实验参加实验本来就会有钱嘛，我们那时候是发$5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表现得好的话，我们会再增加$5，就是会变2倍这样子。好，然后这个钱是直接发给组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组长是机器人，我们就发给机器人，然后由那个机器人来决定这个$5多的$5要怎么分配。我们有3个小组员嘛，所以会在3个小组员之间分配这样子。好，然后所有的然后接下来他们是顾问公司，所以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这个形式，就是说在 A 跟 B 2个选项之间有一个比例这样子，然后你要回答你觉得最适合的比例是什么？猜到 ，sorry。好，然后在每一个问题呢，就是每一个人受试者都会先回答他们一开始的答案这样子。然后再来，他就会看到他的组员，就是包含一个机器人跟另外一个人类他们的答案。然后最后呢，你再回答，就受试者再回答最后的答案。好，然后这样的顾客呢，总共会有10个，所以你就是回答10个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这个是实验的界面，实验界面大概长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是受试者，然后在这个例子里面，那个组长是人类，所以它是标成红色的，然后放在最上面这样子。好，然后在这个实验做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会量一些东西，比如说怎么分奖金啊，然后或者是量一些态度量表这样子。ROSAS 是就是机器人研究里面最常用的量表。如果你做了一个机器人研究，但不知道量什么的时候，反正就 ROSAS 量下去就对了，因为机器人可以用的量表也没有很多这样子。对，好，然后最后呢，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说，其实那个人跟那个机器人，我们一开始跟他们讲是线上的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机器人，但其实那都不存在，是电脑直接生出来的东西。那在背后发生的其实什么事呢？那这个实验其实总共有3个 condition 这样子，也就是这边深灰色的是受试者，那他随时都会跟一个人跟一个机器人配对嘛，所以有3个组别。第一个组别就是人类是 leader， 人类是小组长；第二个组别是机器人是小组长；那第3个组别是没有权力差别，就是3个都平行的，有点像平行结构这样子。好了，我们总共收了150个受试者，然后是一个 between， 就是每个受试者只会分到一个 condition 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在背后，其实我们有做一些手脚这样子，就是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受试者一开始如果回答的答案的，他之后不是会看到他的组员的答案吗？他的机器人跟人的答案。然后这个机器人跟人的答案其实做过手脚哈，机器人跟人的答案其实都刚好是受试者的答案的+17减17，也就是你如果受试者回答30的话，他会看到一个13，一个47，他永远被卡在中间。所以
我们刚刚说受试者要答2次嘛，他先答1次，然后看到组员的答案之后，再看依照组员的答案来做调整，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看看他第2次怎么调整，我们就知道是机器人的影响力大还是人类的影响力大。比如说，如果机器人的影响力大，它就会长这样子，它就会往机器人部分调过去。那如果是人类影响力大，它就会这样子调过去。那我们依照这个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说，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影响力比较大这样子。好，那当然，那个只是从中10个问题里面6个问题是这样子。那另外4个，但我们不能每个问题都让它卡在中间，因为它这样很快就知道实验者在搞鬼嘛。所以我们另外4个，我们还是就是随机的乱数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答案了，这样子就是公布实验结果。那刚刚的实验设计呢，其实有4个可能的答案。好，那这边你请大家线上可以回答一下。好，4个可能的答案，大家觉得受试者就是人类到底会被在这样子一个团队里面，有机器人也有人类的团队里面，它有4个答案是被哪一个影响呢？好，我们 A 是永远都被人类影响比较多， B 是永远都被机器人影响比较多， C 是不管是人或机器人，他们就是会被 leader 被小队长影响比较多， D 是不管是机器人或人类，他们都是被小队员，就是跟他们平等的小队员影响比较多。好 ，A、B、C、D 4个答案，大家觉得是哪一个？我再讲一次哦 ，A 不管谁是队长啊，谁是小队员，反正就是听人类的。B 不管那个地位阶层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听机器人的。C 是反正不管谁当队长这样子，队长讲的就是对的，我就是听队长的。D 是我就是听小队员的这样子。好，答案有个 D， 大部分都是 C。好，大家非常厉害，是有听过演讲吗？大部分都猜对啊，对。好，那个大家基本上全部都答对了，没错，人类就是权力的动物。我的实验结果全部都可以 summary 在这张图上。那这张图这概念很简单，往左边就是被人影响比较多，往右边就是被机器人影响比较多。大家可以看到橘色的那个 bar 是人类当小队长的时候，他就被人的答案影响多。机器人当小队长的时候，他就被机器人答案影响多。然后如果是我们刚刚还有第3个 condition 嘛，就是没有谁当小队长的时候，他就在中间微微偏向人类一点点啊，但是这个统计上没有显著。那我们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尤其是在机器人当小队长的时候，因为传统上我们在机器人互动的研究里面，我们大部分都会发现人的影响力比机器人大。就是机器人会有效果，但机器人的效果就是人类大概打7-8折这样子。可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东西的影响力比是人还是机器人这件事情还要重要，那就是谁拥有权力。如果机器人是小队长的话，他们就会听机器人的，他不会听人类队友的。那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啊。好，那我们当然在这个实验，我们还另外量了一个东西，就是那时候我们做出这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有在想说，会不会那个在审论文的人啊，会质疑我们说，你们现在这边只有看到说谁是队长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机器人跟人类这件事不重要，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人类跟机器人我们只换了头像这样子，所以好像就是怎么讲，就是它的 manipulation 不够显著这样子。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另外量了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另外问了受试者一个问题，叫做虽然你不是小队长，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小队长来分这个额外的 bonus 的话，你会怎么分钱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是人类是 leader 的时候，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如果你跟一个人跟一个机器人一起未来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分工资比较公平？好，那大家我收到的，这个是美国人的答案，就是我们因为经费限制的影响，我们只能收美国人的资料。然后左边的这个是人类当 leader 的时候，大家怎么分呢？大家就看那个线的位置，中位数就好了。大家的分法是人类 leader 拿1半，我拿1半，机器人拿0这样子，就不会给机器人钱。
那如果是机器人当小队长的时候呢，他的人怎么分呢？人的分法是我拿一半，然后另外一个人类同事大概拿40%这样子，然后机器人拿5%到10%这样子，就是说机器人当队长的时候可以多拿一点，可是无论如何钱没有要给机器人，钱就是给真人这样子。好，那我们在这一点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受试者光是换头像这件事情，他们真的知道机器人是不一样的，机器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在任何不管谁当小队长，即使机器人当小队长，他们被机器人的影响比较多，但是他们还是不会给机器人钱。那这个实验也是验证了之前前面有很多研究就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那些科技公司其实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他们就发现说AI 虽然可以帮人做很多事情这样子，可是当 AI 一旦跟人类一起协作的时候，其实人类倾向是不觉得 AI 可以拿钱的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机器人就没有维护费，对，他就不会再赚到人，就不会再赚到就没办法再去把机器人改得更好。对，没错。哇，对，好，那我们这个实验呢，就我们证明了权力是蛮有趣的事情嘛。然后我们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在实验的最后面，因为这个实验是线上实验然后我那时候只是为了怕，因为整个实验是我自己写的，这样写的系统，然后我很怕有 bug 这样子，所以后面就是自己有一个就是开放式问题，问让大家填，就是这个实验做完感觉怎么样这样子。那我其实本来只是想要收集一些，就是这个实验做完感觉不好，因为中间有个地方 crash 的这样子，但是后来没有收集到 bug， 但是反而收集到一些很有趣的结果。那比如说，那我先分3个地方呈现比如说在 control 组里面，控制组里面，就是说没有权力影响的，大家会讲一些很中立的东西，或者是就是中立但正面的话，比如说after the first client, I kind of forgot I was working with a robot since we function together as a team 这样子。我完全不记得我跟机器人一起工作了，因为我们之间合作无间这样子。然后或者说我觉得在一个有机器人也有人的 team 里面工作很有趣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如果是人类当 leader 的时候，人类当小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会说什么东西？受试者，人当小队长的时候，受试者会说 I would rather work with humans who think and act like me.I'm not a fan of working with robots 这样子，我不喜欢跟机器人一起合作这样子，我喜欢跟人一起合作，人想法跟行为跟我比较一样，就是会讲人类当 leader 的时候，他会讲人类的好话，然后说机器人的坏话。可是最有趣的事情是，当机器人当 leader 的时候，他会讲什么呢？机器人当 leader 的时候，收集到的资料会写 The robot seems to be my most favorite teammate more than the human 就是机器人是我最喜欢的队友这样子比人还要多这样子。还有 I actually feel more comfortable thinking that a leader was a robot and would like to be making decisions based only on known facts 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当我知道 leader 是机器人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想法就是他们都根据事实做决策这样子，比较理性，然后我们人类太多情绪这样不可以这样子。好，我在收完这3个资料的时候，因为他们大家记得每一个人他们其实都只在一个 condition， 所以他们不知道其他 condition 的人说什么话这样子。但我把3个东西的回应并列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人类是一种很可怕的生物这样子，就是就所谓的办公室政治这件事情可以一直发生到机器人身上。然后当你的主管是机器人的时候，所谓就是在公司里面大家都会抱主管大腿嘛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即使主管是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大腿大家也是一样抱得很开心这样子，就是非常有趣。好，所以这个实验呢，我们就证明了几件事啦。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很多，就我直接用讲的好了。反正就是因为之前在机器人互动里面很少人做权力相关的研究，那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就是证明权力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也证明了传统上大家一直在讨论说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当主管，因为有一群人一直认为说机器人是不能当主管的，因为即使机器人当主管的话，我们人类只会听人类的，人类不会听机器人的。那我的实验就证明了，没有，人类你只要把它放在主管的位置，然后只要让它有管钱的权利，人类就会听机器人的。好，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那看一下，接下来我讲实验。时间快到了吗？好，那接下来我很快的讲一下实验2好，然后刚刚那个实验，大家应该觉得结果还算蛮有趣的就是会发现说人类会听机器人的这样子。但是那个我一开始投机器人研讨会的时候呢，他把我退稿这样子。那他的原因是
就是权力这件事情很有趣，结果看起来很有趣，可是前面的研究，之前研究没有人，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没有人做过权力啊，你要怎么跟我们说服说权力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点气馁这样子，但想说好吧，我觉得这很有趣啊，但如果前面人没有人做的话，那我再继续做一个。所以我觉得实验一这件事情，如果对他们来讲太过新潮了的话，我就想说，那我把我的实验一改成简单一点点。所以我把我实验一改了一点点之后，做实验二。然后我的策略就是实验二，我一定要想办法搭上一个当时很热的议题，然后再把我的这个东西发出去。所以我就做了实验二。然后实验二我做的事情是 Who is the expert reconciling algorithm aversion, algorithm appreciation in ad-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题目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已。好，然后这个是我跟我老师一起合作的这样子。没有，我老师也只有看 introduction 而已。好，那这篇后来发在 CSCW 2021，那也是我们这个领域算蛮重要的研讨会。好，那前面我们那个研究做的是机器人嘛，但我觉得机器人他们不能接受的话，我就把它讲简单一点。好，那我就把它讲成 AI 这样子。那前面的那个实验是不是就是在做一系列的顾问公司的决策的时候，有 AI 或人跑出来给不同的意见？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决策辅助系统。那我就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有 AI 决策辅助系统啊，包括在审履历的时候啊，或者是判读 X 光片的时候，那都是由 AI 来帮忙的嘛。那这些传统上这些决策都是人来做的，现在由 AI 来做，或者说大家会不会偶尔也有些东西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或不知道怎么样是对是错的时候会问 ChatGPT， 这样应该有时候会嘛。那以前你都是问其他人说你的意见怎么样，现在问 ChatGPT， 那这时候就很自然会有个问题就是说人到底会比较相信 AI 的答案，还是相信人的答案？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学者就产生了两派分歧的意见那一派叫做 algorithm aversion， 他在讲的就是人不喜欢 AI， 人比较相信人的答案。那另外一派叫做 algorithm appreciation， 演算法喜爱，上面那个是演算法厌恶，下面是演算法喜爱。algorithm appreciation 是人比较相信 AI， 人比较不相信人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这两个哪一个跟你的日常生活中你的观点比较接近？如果有两个意见，一个是 AI 的意见，一个是人的意见的话，你比较相信人，还是比较相信 AI， 还是看情况？看情况，有没有不一？大家想法是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好，对，没错。好。如果有两个意见，你比较相信人还是机器人？比较相信人，帮我按 A； 比较相信机器人的话，按 B 这样子。这个两个意见有先决条件吗？没有，就是一般的。OK。好，那我们班大部分还是比较相信人。那大部分比较相信人呢，你们就是站在左边的这一派，黄色的这一派 ，algorithm aversion 叫做演算法厌恶，就是人比较不相信人比较不相信 AI， 人比较相信人。那右下角是 algorithm appreciation。那时候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我就查到这两个门派这样子。然后这两个门派当时在学界吵翻天这样子，就是说这个问题，左上角的 algorithm aversion 比较多人选的这个是宾州大学做的实验结果这样子。然后右下角 algorithm appreciation 是演算法喜爱是哈佛大学做的结果，那两个都是美国超级名校这样子，然后每个人都出了很多的论文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这样子。好，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太好了，就是身为一个学术小菜鸟这样子，然后要出名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别人在吵架的时候跟着一起下去吵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个研究，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各出了非常多的论文，然后的确宾州大学出的论文都支持人比较相信人，比较不相信 AI， 哈佛大学都发现有人比较相信 AI， 不相信人。那我就想说，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去看一下他们的
实验到底是怎么做的。那因为这些实验里面，我们要比较说人比较相信人还是比较相信 AI， 里面都必须要有 AI 跟人嘛。我就去查一下它是什么 AI 比什么人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一系列是人比较相信人的实验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发现他的人是什么人呢 ？A very well qualified person， 一个很不错的人 ，a physician 外科医生 ，human expert financial expert 财经专家、人类专家。那他的 AI 叫什么呢 ？algorithm computer program 就是电脑软体这样子，他的 AI 就叫电脑软体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派的人呢，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呢？好，另外一派说发现人比较相信 AI， 比较不相信人的呢，他们的人是什么人呢？是 participants from a past experiment， 是前一个实验的受试者，然后或者是 a randomly chosen participant， 一个随机选择的受试者这样子。好，然后受试者就已经听起来很不专家了嘛，然后 randomly chosen 听起来就更弱这样子。那相较之下，它的 AI 系统叫做 an expert system 这样子。好，那当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啊！我就想说，哇，这两个超级大名校，然后吵了大概2年吧，这样子，然后发了这么多论文，该不会是因为这么小小白痴的地方吧？就是因为他们要比较的人跟 AI 的基准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好，所以我就看到这一点，我就设计了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的方法完全是前面实验的简化版。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取名是重要的事情吗？这样子。好，所以我的实验很简单，2×2，这个设计不重要，这样子。然后问题的话，我前一个实验不是都在做那个什么顾问公司啊，然后什么流程制啊，什么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如果对他们来讲太复杂的话，反正我实验2从各个层面来讲都是实验1的简化版这样子。所以如果对他们来讲那个顾问公司太复杂，我实验2我问的直接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直接秀这种图，就毫无意义的图10秒钟。然后10秒钟之后，我就问他们说，这个图里面总共有100个形状。就是橘色点点加绿色三角形，总共100个这样子。然后请问中间到底绿色三角形是几个？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我秀10秒而已，然后就基本上不会有人知道答案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大家就随便猜啊，57个。好了，你猜完之后，我跟上一个实验一模一样。上个实验你猜完之后，不是会有一个人跟一个 AI 跑出来吗？那这个实验也是简化版，一次只会有一个人跑出来，可能是人，可能是 AI。那这个 AI 就跟你讲说，不对，是63个这样子。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 AI 应该比较可信吧，然后就调整你的答案这样子，所以一模一样，跟前个实验几乎一模一样。好，然后我这个实验唯一跟前一个实验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这实验做了2次，然后唯一2个实验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我改变了那个人跟会出来拯救你的人跟出来拯救你的 AI 的名字。那在实验1里面呢，我的人的名字取得很弱，这样子叫做 another M Turker， 就是另外一个受试者。M Turker 是做 Amazon M Turk， 就是上面做实验的人叫 M Turker， 然后 AI 叫 AI， 然后我实验2呢，因为实验1的名字的人很弱嘛，实验2我就把人改得很强这样子，我就叫他们 a group of experts， 一群专家这样子，然后有20年的教育跟创业经验，然后还给他们一个爆干强的名字，叫做什么达文西集团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 AI 我就故意取弱一点，叫它一个演算法 algorithm 这样子。好，那看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知道结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就是前面那2个学校吵半天，就是说到底人相信 AI 还是人一定相信人？他们觉得这2个问题中间一定有一个是真理这样子。结果我的实验呢，就发现，就是实验1的里面呢，大家看到那个 bar。不要管那个红色、绿色，那不重要。这样子，反正左边那2条是 AI， 右边那2条是人类。这样子，当人类的名字取很弱的时候，他们就比较相信 AI。好，然后当人类的名字取很强的时候，他们就要相信人。这样子，也就是说，这2个学校吵半天的东西呢，他们在想说这2个哪个是真理？这样子，我只要换了人类的名字跟换了 AI 的名字。我可以创造出哈佛大学的结果，我也可以创造出宾州大学的结果，所以他们在争执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人跟 AI 不是一个直接可以比的东西。那我用这个实验证明了，人有好多种 ，AI 也有好多种，所以重点是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 AI 比，不是人跟 AI 可以直接比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实验就得到了算蛮多 citation 的这样子。好，那其实我这个实验做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那但大家不要忘记，我这个实验做这个实验的初衷是什么呢？是为了我要把第一个实验消出去嘛，因为第一个实验被退稿了，
被退稿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没有人做权利这样子，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偷渡一个权利。所以即使这个实验做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呢，我其实量了一个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就是我量了一个东西叫做专家权利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专家权利量表这件事情跟他们受谁影响比较多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样子。然后我就去跑统计，然后发现原来中间有完全中介效果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被谁影响比较多的背后的最重要的机制是那个名字看起来多像一个专家，名字会暗示这个系统或这个人有多有知识这样子。那这个名字就暗示了他可以对，就是这个东西有多有知识，然后他就会相信，就会被他影响多少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成功偷渡了 Power 进去。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篇我后来就在2021的 CSCW 发出去嘛。那发出去之后呢，我原本实验1那个被退稿的文章呢，其实我只加了一个字这样子，因为之前被退稿的原因是他说之前没有人做权利相关的研究嘛这样子。然后我之前那篇论文呢，我就加了一行字，就是之前有一篇论文已经证明了在权利这件事情在 AI 里面有显著的影响力这样子，然后我就 cite 我自己的文章这样子。但是因为是匿名审查，没有人知道我 cite 是自己后来做的东西。然后所以呢，在我第2篇发出去之后，第1篇也就这样发出去了这样子。就是因为就是说之前也有人做了。好，所以第2篇重点就是当然是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AI 之间比较这样子。好，然后我最后面很快的讲一下一些理论的部分哦。刚刚跟大家讲到，我后来还有写一篇理论论文，那太无聊的部分我就跳过，我直接讲有趣的部分哦。那就是这个我刚刚有问大家讲到权利的时候，你有想到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1959年我也还没出生的权利理论这样子。然后这个权利理论就告诉我们，权利总共有5种。权利第一个 legitimate power 是指说一个地位，就是你在一个位置上的人就会有一定的权利。reward power 是指说如果你有可以给别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说给钱、给升官，那你对那个人就会有权利。那 reward 的相反就是 coercive 叫惩罚权利，就是说如果别人不听你的话，你可以惩罚他、打他、骂他，让他不开心，这个就是惩罚权利。那 reference power 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魅力权利，就是别人喜欢你，别人崇拜你，把你当偶像，这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有别人想学，这个就是魅力权利。那 expert power 就是比如说像韩老师这样子很有知识的人，那你在相关的知识的时候需要相关知识的时候，你就会听他的，那这个叫做专家权利这样子。好，那这就5种权利那我写了一篇论文就在证明说这5种权利其实在之前的那个 HRI 论文里面都有。那比如说地位权利，这个我举的是我们老师的一个例子这个其实我应该放图的，我放图表比较无趣。不过基本上这是我们老师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它基本上是统整了以前所有的研究，所有的机器人研究里面，在不同的场域里面应用的状况。比如说在博物馆啊，在 shopping mall 啊，在学校里面有几篇，它只是在这篇论文其实很无聊，它就是在算说有几篇论文是在做学校相关的，有几篇论文在做博物馆相关的，就这样而已，这样就发一篇论文。好，然后但我举这个是说，大家知道 legitimate power 是说在什么地位上面就会有权利嘛。那这篇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老师在这个图表下面呢，他做的分类是他把机器人分作机器人是 leader 还是机器人是 peer 是同才的意思嘛，或是 follower 是属下的意思。你就发现在不同的场域里面，机器人的地位角色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博物馆里面，机器人全部都是 leader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拥有的知识比你多。那在博物馆里面，机器人做什么事情？做导览嘛。导览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作品要怎么看，这作品是什么意思，或者甚至说我跟你讲厕所在哪里，入口在哪里。机器人拥有知识比较多的时候，它就是 leader。可是什么时候 robot 和 follower 比较多，它是比较低权力的。比如说 elder care facility 在养老院的时候，那机器人就是负责处理大家不想处理的事情基础照护什么的，所以这些就是低权力的角色。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可以看到说其实在传统的 HR 研究，我们老师这篇论文里面完全没有写到 power 这个字但是其实它本身的分类里面就隐含了不同地位的权利这个概念了。好，那另外一个实验呢，第二个
类别是 reward power。我们讲 reward power 就是别人想要什么，你可以给他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权利嘛。比如说给钱，那我这边同样是举我们老师另外一个研究哈。我们老师就是一个比较皮的人这样子，他很喜欢捉弄受试者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的研究常常就是出发点都是他觉得这样做很好玩这样子，他并没有想要干嘛这样子，他只是觉得这样弄受试者很好玩，然后可以把他们东西拍下来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实验也是一个例子哈。这个实验其实很简单，每次叫2个受试者来做叠叠乐这样子，然后叠越高钱越多，就这样子。然后至于可是叠叠乐积木呢是机器人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机器人的积木堆，然后它会决定下一个积木要给谁这样子。然后所以每一个人看到积木的时候都很开心，手都会这样伸出来等这样子，因为就是拿到积木就叠一块积木这么简单的事情，1块积木1美金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是很期待，就是下一个积木就给我。那等于我们老师故意很皮的地方是，他在这个实验设计呢，在前5分钟都非常的无聊。前5分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所以都可以期待说下一步要做什么。只是我们老师在设计在第5分钟的时候呢，大家已经很无聊了，就是大家轮流伸手拿那个积木的时候，这只机器手背会突然在要到一边给某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抽回来，然后连续给另外一边的人2个这样子。好，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很尴尬了。他那时候一方面看到突然抽回来给他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哇好棒，钱呢1美金这样子。但另一方面他这个表情为什么很尴尬？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人手都已经伸出来在等了，结果他硬生生的把那个1块钱这样抽回去丢给他这样子。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reward power 是什么？ reward power 就是你可以给别人升官，可以给别人钱嘛。那这个例子里面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机器人可以给别人钱的例子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三个种类的 power 是 coercive power。coercive power 是惩罚权利这样子。那这边我们老师没有例子，所以我举的是另外一个日本的研究这样子。好，这个研究的是 Takayuki Kanda， 他是神田教授，是京都大学神田教授。然后他做的，大家有读过他的论文吗？这边没有。好，他的论文很有趣是，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老师。然后我们这个领域的审稿基本上都是匿名的，可是这个老师的论文基本上他审稿他有匿名跟没匿名都一样这样子。因为机器人领域做 HRI 的日本老师好像就3、4个这样子，但是没有3、4个，很多个。但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风格是，他的机器人都会讲动漫台词这样子，就是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审稿的时候，即使名字全部遮起来这样子，然后我看到那个机器人的行为非常日本动漫风，我就知道这个就是神田老师的作品这样子。那像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呢，他的机器人会做什么呢？他机器人是体育教练这样子，然后会要受试者深蹲这样子。然后当受试者蹲到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讲动漫台词，就是你的能力就只有到这样子吗？这样子，拿出你所有的潜力给我看看吧，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这样子，然后一直想办法骂受试者这样子。然后所以他整篇实验就是这样子，就是叫受试者深蹲，然后机器人骂受试者，然后就是机器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骂，就是各种不同的 condition 这样子。然后最后发现呢，最凶的机器人，然后受试者最不喜欢那个骂的最凶的机器人这样子，可是他们深蹲的时间显著的提升了这样子。也就是说，机器人凶，大家不喜欢凶的机器人，可是凶的机器人是有用的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好不好，大家自己决定这样的。但这个论文本身很有趣，是它证明一件事，就是机器人是有办法拥有惩罚权利的，也就是当你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骂你，那这样也是有用的这样子。好，那剩下还有2种权利哦，那这个我们就很快可以跳过去。一种是专家权利，专家权利就是有多少能力。那这个东西在机器人里面就太多了，这样子。所有不管是我们互动设计啊，或者是工学院的人都在做机器人的能力。然后，那至于魅力权利呢？魅力权利这件事情，在人类里面我们讲一个字叫做 charisma 这样子。那但是在机器人领域里面呢，基本上每一篇论文都会量一个东西。大家如果未来要做机器人论文的话，记得可以量这个，就叫 likability。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多喜欢这只机器人，1到5， 1是非常不喜欢，5是非常喜欢，大家都会量这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机器人的魅力嘛，这样子。所以我就说你们每个人都在量这个东西，但它其实就是机器人魅力的
量表啊，这样子。好，那这边我看一下因为时间剩一点点，我在最后再补充一个那个我做的 NASA 的专案好了，那个蛮有趣的。好，那我们来只有一个问题吗？太棒了，我们问完就下课了吗？不可能的，快，嘉诚，快，我们的种子选手，请提出你的问题。好，我们还有一位在这个我们实验室的同学来问一下问题吧。好，我们第一题，想问一题跟主题没有直接相关，但很好奇的。OK， 刚刚听老师分享学术投稿被推荐后的策略，觉得很厉害，想请教老师对于研讨会或投期刊有什么心法、秘诀或行动策略可以分享给硕博士生的吗？谢谢。我们很多硕博士生啊，对，刚刚有说看到嘛，一半在教室一半，对。当然网络上应该是硕博士比较多，大学生也有这样子。这个投期刊，我觉得，我虽然当然是也是投一些期刊，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韩老师可以比我更适合回答。我没有什么我们先听你的嘛，你要先听我的嘛。好，我先讲，你先讲，然后你再帮我。对，你是讲者啊。对，好，那我自己的策略其实就是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先找到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有兴趣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怎么讲？有时候学界某些方面来讲还是很保守，这样子，你必须踩在前人的基础上才可以做东西。可是你有时候天外飞来一笔的想法的时候，就必须自己再把这整个领域，或比如说我就做权力相关的题目，把这相关的题目都做扎实这样子，然后相关的就把它自己开创出一条新的路线之后，就会比较容易把东西发出去这样子。但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会比较辛苦，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其他的领域不一定会存在，尤其是有些领域已经存在很久的，那可能就真的是很难找新的题目。但是在我们 HCI 界是一个很新的领域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多块。如果大家把 HCI 的就知识拼起来的话，会发现这个拼图好像只有10%的地方有拼图，然后其他地方其实没有的。所以要找到没有人做的地方还不会那么困难。那这时候就是要让，但是因为 HCI 又有一个问题是，它能做的题目太多了。比如说你随便选一个人设的概念，再排列组合一个科技，然后再排列组合一个 context， 跟排列组合一个使用者，我们随时可以创造出几百万个研究题目。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说服别人为什么这个题目重要，这样子。那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说服别人说，我知道权力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必须不是我自己觉得重要就好，是我要说服他们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只在人设领域重要，而且在人机互动界面领域也重要。那我觉得要去想办法去 articulate 这个你的论述，然后把它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这会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的老师都只看你的 introduction 嘛？对，没错，对不对？对，所以 introduction 有时候一歪了，后面再怎么厉害都救不回来这样子。因为起心动念就是歪了，它就歪了这样。对，我不是说坏啦，我说就是方向跟你本来预期不同的时候，就会差异蛮大的这样子。对，因为我们老师也是觉得说。HCI 界就是有太多题目可以做，然后 Introduction 会最重要的是说明在这么多可以做的题目里面，为什么你的硕论，为什么你的博论是选择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对你来讲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价值？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领域现在一定要接受你的 paper？ 这个领域的人都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它重要性在哪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做研究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我们就是想毕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都要找到。中间的交集处就是不只是我可以毕业，还有就是我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想要透过这个研究，把我想要说的一些事、一些价值观传达给世界上其他人，跟他们讲说，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你们应该也来看一下。那我会觉得说自己在写任何一篇论文的时候，应该都要有这样子的积极的态度嘛，这样子。对，我写的时候也会想说，如果别人要引用它的话，要引用什么？这也是一个思考的角度。没错。我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实验室啊，我们实验室的策略比较暴力一点啊。对，就是因为我都做多感官嘛，所以常常 reviewer 如果我以前投稿的时候直接投出去的时候 ，reviewer 根本就没用过这个装置。然后是触觉嘛，是嗅觉嘛，你说是这种多种感官合在一起的，这到底怎么办？他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创新啊。可是那个体验你又没办法用文字document，用图片用影片，所以呢，就后来就变反过来，我们实验都是先投 demo，
然后去找到潜在的 potential 的 reviewer， 然后都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体验到。那你说有没有点乱枪打鸟的成分？当然有一点，但我觉得我蛮好奇是说，如果你体验完之后，你会怎么描述这个？因为有时候是英文单字、文化等等之类的，这个真的蛮难。对，那所以就是借由这个一个反向的回馈之后，其实我们也蛮暴力的。我们第二个不会马上投 paper， 我们就是投 poster。就我们 demo 完会投 poster。我想说，如果我做了一个前导研究之后呢，我想再听听看你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这样子。所以等这2个都做完之后，才会有一篇 for。对，那但是去 conference 去 journal 倒不一定啊，我们当然会 poster 投完之后，就会希望说是一个 top conference 的 journal track。为了符合这个北科大跟这个跟我个人的价值观的交集之处，这样子。对，那我们就会这样，那就是分3步骤，那3步骤就会耗时至少1年多以上，对啊。那一个比较，如果最后到这个 top conference journal track 的话，大概就是2年了。对啊，因为第1年可能就是 demo 加 poster， 然后就第2年才会是正式的做 study 这样子。当然我们 implement 也占了蛮多的时间，对啊。好，我们来看第2题。第2题是想问说，刚刚老师有分享到曾经担任过 Meta 的 UX researcher， 那么好奇UX researcher 公共内容会是什么呢？我好像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有 slide 的，还是我顺便讲一下。可以啊，你的 slide 还没关。对，我还没关。那我直接讲一下我在当然那 Meta 的那工作内容也是就是秘密这样，不是啊，就是虽然几年了，但是也有一点秘密，所以反正也是没有签 NDA， 但是大家听听，但是不要讲出去这样子。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这种留言大家都会抬头看，然后 YouTube 就会留言量比较多一点。好，没有，其实就是分享一下在 Meta 的工作而已。好，那个那我就站着讲好了。好，可以，没问题。那个 Meta 就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它还没有改叫 Meta， 叫 Facebook 这样子。然后会去的原因主要是就我们老师很强这样子，然后他其实那个博士班的学生的薪水都是靠老师给的嘛，这样子。然后我们老师有一次他在12月中的时候，就是大家知道美国的那个 intern 的申请截止日大概就是12月中这样子。然后他大概在12月中的时候才跟我们讲说，我突然发现我明年1月开始就没钱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就都没有钱这样子啊，你们那个赶快去找实习吧，因为我没钱养你们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疯狂投。大家就去疯狂投那个实习，然后我那年是蛮幸运的，然后我那年就因为 Meta 它有开很多不同的 UX 研究员的 track 这样子，还有直化、量化，还有直化加量化这样子。然后我那年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怕自己怎么讲，很怕自己想要显得自己很厉害这样，所以所有人几乎都去投直化加量化这样子，然后就只有我很诚实的，因为我觉得那个需要做直化的人就是语文能力要很好，然后我自认为是一个语文能力并不是很好的人这样，尤其是要我用英文写那个直化 paper， 我实在写不太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很诚实的写说我就只会做量化，然后所以当年的量化申请生好像根本没有几个这样子，所以我就上了这样子。好，然后那个 Facebook 的矽谷总部长这样子，然后就是2楼长这样子，就是很高级，他们把它做成像一个花园一样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各个聊天的地方，然后大家1楼的地方也很酷，它1楼的地方是没关系，好。那1楼的地方就是长这样子，他们那个矽谷就是像所谓的开放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跟每个人讨论这样子，所以就是他所有的人都这样，然后所有椅子都可以搬来搬去，然后看起来就是很 lively 很活泼的样子这样子。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是就是他们老板自己想的，是建筑师自己想的。那个我问在座一个问题，大家都设计系的跟我一样，所以我们应该都知道，你在做图的时候喜欢有人在后面看你荧幕吗？对，没有人喜欢，对不对？对 ，Facebook 也一样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放在杂志上的照片，放在杂志上的照片，他们要求每个人都坐在位置上给人家拍这样子。然后但是当你实际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答案是没有人会在这里，桌子上全部都是空的这样子。然后大家刚刚看到2楼就是那个什么天花板的屋顶的那个花园这样子，然后本来是想要做成自然空间这样子，实际上的状况是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笔电走到2楼的花园去找一棵树下，然后确定
树的，因为后面是树嘛，后面就不会有人盯着你的荧幕这样子，躲在树下偷偷打键盘这样子。所以2楼的每棵树下里面都有人这样，但1楼是空的这样子。这就是设计没有考虑到使用者需求会发生的事情。好，但不过那个在这个地方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在矽谷总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很好的福利啊，比如说是吃东西就像是buffet， 然后几乎一天提供10几个小时，就像高级餐厅的 buffet， 然后还有免费喝不完的饮料跟食物这样，跟零食。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有世界各国的人，所以有世界各国的零食可以吃，还有世界各国的饮料。然后他的那个 buffet 提供的时间也很长，一天提供10几个小时，就大家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就是什么台湾低薪高工时啊，然后国外都很爽啊这样子。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没有，国外爽的是，如果你去当麦当劳的员工，那当然国外的工时就没有很高，但如果去到矽谷的话，那工时也是很高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只是会提供很多 buffet 让大家尽量留在公司加班而已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同样也有那个同样也会有那个劳动稽查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当intern 的时候，就发生过跟台湾人比较蛮类似的事情，就是当天 intern 要来就是政府要来稽查，所以我们不能加班。然后不能加班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们今天那个5点就要赶快走这样子。”然后当然主管就会加一句话这样子，不过要记得笔电是可以带回家的这样子，就是全世界都一样嘛，对，所以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好，那我接下来讲一下我要做的事情哈。我在 Facebook 做的事情是 Facebook 上面大家比如说这几天台湾禁小红书嘛，所以大家就讲很多包括就是上面诈骗的事情这样子，然后 Facebook 上诈骗当然也很多这样子。然后我在的部门基本上就是管相关的哈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他们现在已经改组了，但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 Integrity 的 team， 那它就是假新闻与危害讯息，危害讯息就包含诈骗。那我是在这个 Integrity team 里面，去危害讯息审查部门。那我是在这个 team 里面呢最高机密、高敏感的一个组。我在的组叫做 Civil Integrity。Civil Integrity 是什么呢？是公民假新闻与危害讯息审查部门。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你可以猜到内容在处理什么吗？猜一下。公民假新闻与危害讯息。公民假新闻，对。好，答案是我在这个部门在处理的是各国之间的资讯战，这样子，也就是各国之间的假网军，还有资讯处理这样子。所以这个 team 非常的刺激，这样子，就是每天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因为大家知道你们在脸书上传来传去的讯息啊什么的，我们在这个 team 是都可以看得到的这样子。然后包含那些政治人物之间互相传的讯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所以就是每天都会知道很多不该知道的东西。然后所以然后这个 team 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在处理的是各个国家之间啊，大家知道有些国家，我就不讲哪些国家，有些国家很喜欢影响别的国家的政治情势嘛，对不对？然后不止台湾哦，就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在影响美国的选举这样子。那我们的部门就是在管这件事情。好，那我先讲一下，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很有趣哦。我进去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他那个主管就说：“啊，台湾吗？不是每个国家人都能进来这个部门呢，这样子。因为脸书虽然大家觉得科技业是跨国的这样子，但脸书它毕竟是一个美国公司。好，那大家应该就知道哪些公司的人、哪些国家的人进不了这些机密部门这样子，对，就那些嘛，好，对美国不喜欢那5、6个国家这样子。好，那时候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他那时候就马上问我一个问题哦，他说：“你知道台湾的脸书活跃用户有多少人吗？”这样子。好，台湾有2300万人嘛，对不对？好，他在看台湾的脸书活跃用户有多少？就是没有，就是注册不止注册账户，就是每天会上线，然后 IP 是台湾人的800万。好，有没有人要猜别的？1/3是对一个公司来讲已经很厉害了，这样子。对，没错。好，如果想猜的可以猜一下。好，那个我们万就不用打，大家就打万之前面的数字。我们就把它打在那个 QAW14，你猜猜看有多少万这样子？活跃用户，你知道的台湾的活跃用户有多少人吗？好好奇，我看一下答案。100、500、100、500，来600、300、600、300。好，
大家都是百位数。哦，1200、550、700、465.8是什么？好精准。465.8。140、900、400、1000万、1000。有了。OK。哦，就说100。好，那我们看到大部分大家都猜500万到1000万之间嘛。好，那我现在公布答案哦。应该是你们完全想不到的数字这样子。哦，将近3000万这样子。就是活跃用户有将近3000万。我们不是2600万人吗？我们台湾2300万人， 300万，但是活跃用户将近3000万。好，大家猜一下多的人哪里来的？哦，没有，两个账号那个不算。活跃用户真人就有将近3000万人这样子。好，那个我们主管跟我讲的，他可以看到后台，我不知道反正他现在离职了，所以我可以讲应该没关系。就是那个多的账号呢，就是某个国家的人，某个国家的网军这样子，他们会用 VPN 假装是台湾的人，然后在台湾的各个论坛发表言论，然后就是对，然后扮演资讯站的角色这样子，所以他们总共有几百万的真人网军这样子，对，对，非常多。好，然后所以对了，我之所以常常会写一些政治评论，跟之前知道这个讯息也有关系，就是台湾的政治是受到就是有很多国家想要影响的这样，然后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力气，非常多的人力，那些很多人是受刑人这样子，对，然后他们被逼着要做网军这样子，那是他们的 KPI 这样子。好，然后当然脸书有些东西也知道，但是脸书能抓的是机器人网军，因为机器人网军，如果你的行为是机器人的话，这个是违反他社群守则的。可是如果你是真人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是他不知道你有没有收钱嘛，你发那些文章，他不知道你是收钱拿了写这些东西，还是你就是一个单纯讨厌台湾某些政党的人这样子，所以就不知道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做这个工作会蛮有趣的。好，那这个东西跳过，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进去的时候的故事，但是我直接讲我处理的东西哈。那我处理的东西很简单，因为脸书是我直接讲他们给我的任务，他们给我的任务跟台湾没关系，这样。他们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脸书在侦测假讯息的时候，有很多方法，那有 AI 自动侦测，有真人侦测这样子，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发问卷这样子。大家应该有在 YouTube 上。大家有没有在 YouTube 上收过问卷？就是请问你前3天有没有看过谁谁谁的广告？有吗？有看过那种问卷吗？脸书偶尔也会发那种问卷，只是比例很少，大概1/1000而已。所以你们不一定都有收过。可是我就是负责写那个问卷的问题，然后那个问卷总共有10个问题这样子，但是他们付给我3个月的薪水，我只负责改其中的1个问题。就是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所以每个人负责的事情都非常小这样子。然后所以我3个月的事情就是负责解决这个问题。那个10题的问题中间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In the past 7 days, have you seen anything on Facebook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过去7天之内，请问你有没有在脸书上看到任何错误或者是有误导性的讯息？这样子。然后我这3个月要解决的一件问题叫做，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写的好不好？要不要改？就这样子，要不要改？好，大家觉得需要改吗？不用，要。来，这是看看大家之后有没有机会进入脸书工作，这样子。这个东西有2个步骤，第一个是你先直觉判断它有没有问题。第2个步骤是你如何设计一个实验，说明这个东西有问题或没有问题。就3个月就做这件事情，这样的。然后想得到的话，脸书薪水很高，我那时候是 intern， 他给我的薪水就已经是1个月$8000这样子。对。好，我把它po到那个 QA 了。你觉得这问题要不要改？要的打圈，不要打叉。很难吗？在$8000的月薪前面打，突然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倒是因为有圈还可以继续面试。好，现在圈跟叉的比例2:1哈。2:1。那个多数人的直觉是正确的哈。这个问题我那时候一看就觉得，这个问题写的有点问题这样子。但是我用了一个方法证明这件事情是
这个问题写的是有问题的。那我证明的方法是，因为我刚刚讲过嘛，我只会做量化，就是我不太会做质化的研究这样子，所以我做的问题是我写了好几个版本的问题这样子。好，我们原来的问题是 In the past 7 days, have you seen anything on Facebook that was misleading or false 这样子。好，然后后面这个都不重要，这个只是就是在公司总要证明自己有做事，所以就是写了很多东西。但是唯一重要的是这个 G2 这样子。我写了另外一个问题叫做 Have you seen anything about politics on Facebook that was misleading or false？ 请问过去7天之内，你有没有在脸书上看到任何有误导或者错误的政治相关假讯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要证明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单纯的数学。好，我问大家哦，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任何错误或假的讯息？第二件事情是，你有没有看过错误或假的政治讯息？这样子。好，如果我把这些问题都发给10万人这样子，回答一，看过任何假讯息的应该比较多，还是看过政治假讯息的人应该比较多？这理论上数学，单纯数学。因为政治会比较少嘛，因为看过政治假讯息的人，一定是看过所有假讯息的人的子集嘛。就除了政治假讯息，还有别的讯息，假讯息。看过别的假讯息的，理论上 G1 都会回答是嘛，对不对？好，所以在数学上 ，G1 一定要比 G2 多，而且可能应该多很多。因为比如说是那种大家在 Facebook 上都看到诈骗讯息嘛，对不对？送你 iPhone 啊什么的，对。然后那个 G1 应该都要比 G2 多。然后，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看过政治假讯息的人，比看过所有假讯息的人还要多，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数学上毫不合理的事情呢？那这件事情我就跟他们解释。那我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就是问卷相关的东西。那我最后证明的一件事情是，讲政治假讯息的时候，他们比较好想象。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美国人，讲到政治假讯息，你就想说，哦，川普讲什么，贺锦丽讲什么，民主党讲什么，共和党讲什么，对不对？可是，请问，任何假讯息的时候，你好像没有一个标准的题目可以想。有些人想到诈骗，他就只想到诈骗；有些人想到政治假讯息，他就只想到政治假讯息。也就是任何假讯息这个东西太广泛了，反而你问卷问这个的时候没有意义，因为大家不会知道是哪种假讯息。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他们说，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你的这个问题写不好，是因为它太广泛了，导致大家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假讯息不能这样子。虽然理论上你可以这样问，但是对于受试者来讲，anything that was misleading or false 这件事情是一个太 vague 的概念，你必须要依照不同的类别，也就是诈骗问诈骗的，政治假讯息问政治假讯息的，各种不同假讯息这样子问这样子。所以我就证明了，你们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已经写得不好，因为不然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还算蛮感谢我的这样子，因为他们说他们这个东西好像连续给了2年的 intern 这样子，然后前2届的 intern 都跟他讲不好，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改这样子，然后就是我成功的把这个解出来这样，所以他们后来就给我 return offer 这样子。return offer 就是你隔年再回去就可以变正职这样子。对，那但是我那时候后来就跟他们讲说，我比较想回台湾这样子，那所以就回来这样子。谢谢。好，所以在那边就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其实给你很多的资源去做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要想办法把它做到很好是不太容易的。就是因为像这个问题，他给你的问题，比如说在学校问题都很好解答，就是你知道有什么标准答案这样子。但在脸书的时候，或在矽谷的大公司，他给你的问题都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你觉得好不好？要不要改？如果要改的话怎么改？这样子，然后你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天啊，这问题好大，我从哪里回答起？就是翻书我一定找不到答案。那第一方面你要判断，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判断力；那方面你可能要想一个办法来证明说为什么你的直觉是对的。如果我一开始只有讲说我觉得要改，因为太抽象了，那可是我没有这个来佐证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的直觉？就是我是一个小屁屁而已啊，这样子。对，所以
有一个直觉想到一个答案，然后再想到一个方法去证明，用数据证明说你的直觉应该是对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大家在未来的工作应该会用到，所以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感谢，受益良多，双赢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哦，好奇想问老师，觉得 HCI 领域近期有没有哪些有趣的主题可以提供后续思考或日常观察这样子？属于你的。我的吗？对啊，就是在这种 human robot interaction 啊，对啊。Human Robot Interaction 里面，我现在最有兴趣的主题，应该还是算是大家平常最常用的 AI，就是 ChatGPT 跟 Gemini 嘛，对不对？对，所以我最有兴趣的也是这个。我有兴趣的是人什么时候可以把人觉得什么事情可以交给 Gemini，跟 AI， 什么事情不行，然后什么地方人会比较相信 AI， 什么地方比较不行，然后或者是怎么设计，或者是人把事情交给 AI 之后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这样子。因为那个报章杂志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理论，就是说什么都用 AI 会变笨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大家如果有读过科技史的话，就知道这种论调在人类社会里面，就是新科技发生等于人类变笨这件事情，所有人类已经讲了200年了这样子。就是我们广播发明的时候，不止广播，一开始书发明的时候，文字发明的时候，就有人说文字发明会让人变笨的，那个是古希腊的时候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广播发明的时候，又说人变笨了；电脑发明的时候，电视发明的时候人变笨了；然后网络发明的时候，也说人变笨了。之前大家那时候还没出生，不知道大家出生了没 ？Google 发明的时候，那时候也2-3波这样 ，Google 发明让所有人变笨了，对，变笨，然后不会查字典，对，不会查字典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我10几年前在写我的硕论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 Google Map 很流行的时候，然后新闻又在炒一波 Google Map 让人变笨了这样子，不会看地图。对，不会看地图。我那时候的硕士论文其实我也有准备 slide， 就是刚好讲一下我的硕士论文就是 Google Map 对使用者环境认知的影响。那时候所有人都说用 Google Map 是不是比较不爱记东西，是不是变笨这样子。好，我的实际硕士论文就是比较，当然今天大家不能做这个，因为 Google Map 已经是太老的题目了。但是我就分享一下我当初的思路，大家可以用同样的东西套用在 AI 上。当初所有的新闻杂志都说，用 Google Map 让人变笨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说，真的是变笨那么简单吗？人真的会那么容易变笨吗？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把所有受试者分成2组。然后一组用纸的地图，传统纸地图，一组用 Google Map 这样子。然后我就实际跟在他们后面，然后走。我那时候硕士在伦敦念嘛，所以我就从在伦敦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我就给他们说，从我们学校出发，然后终点我就随便指定一家巧克力店这样子。没有那家巧克力是我很喜欢去吃的巧克力，所以我就指定那一家，因为这样我每次做完实验就可以去吃巧克力。然后指定完了之后。就这个路线这样，在伦敦东北，其实也算市中心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实验结束之后呢，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我这边已经写答案了这样子。好，就是说使用纸地图的人跟使用 Google Map 的人，你不能说哪一边变笨了，只是他们理解环境的方式不一样这样子。大家看这边应该就可以猜到哪边是纸地图的人嘛，上面那2个。纸地图的人呢，他会知道，第一个你看到上面写了很多路的名字，他经过那个地方之后，这个是完全凭回忆写出来的我没有请他们看任何东西，我请他们走完之后，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把起点到终点所有的图画出来给我看，然后他们就这样画出来。纸地图的人会记得所有的交叉路，然后路名都记得这样子，然后转弯的方向也都是对的，他会记得哪里左转哪里右转。然后大家看到下面 Google Map 的人，Google Map 的人就看起来画的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转弯的也不是对的这样子，他连左转右转他都忘记了。可是你会发现他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上面会写什么 Nando's 是一家没有，因为那个英国东西很难吃这样子 ，Nando's 是少数可以吃的餐厅。然后他们就说，在路中有看到 Nando's 这家烤鸡，然后有看到什么一个电话亭，然后什么有看到狗狗，然后什么的，你会发现上面用纸地图的人，他完全不会写这些东西。那我先做这个实验，我就觉得很好玩哦，就是因为用纸地图的人，他忙着看自己现在在哪里，忙着看路名，所以他没有空去管附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有了新科技之后，虽然他路名完全不记得了，就是
传统报章杂志说变笨了，可是他的心力有更多的心力去顾环境周围的东西。然后跟刚刚我在 Facebook 的经验一样，这个只是我的直觉，我一样要用数字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我后面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拍了50张的街景，100张的街景，然后我让他们认说，然后有50张是在他们经过的路上，50张不是，然后我要他们认说，我刚刚看过这个东西没有，还是我刚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在认街道名称的方面呢，用纸地图的，纸地图是灰色，好，那个蓝绿色是那个Google Map 的。如果记街道名称的话，用纸地图人的确记得比较多。可是你如果看到街景，比如说有什么店、有什么路人的话，你就发现在左边那个 Street Views，用 Google Map 的人显著比用纸地图人记得多这样子。所以我用这篇论文来讲说，那些报章杂志说，使用新科技的人变笨了，这件事情不是好的想法。因为如果你觉得传统上你觉得会不会走路这件事情就是记路名的多寡的话，那用传统的标准来看，当然用新科技的人变笨了。可是那真的是变笨啊？没有，那是因为有一些你用传统纸地图的时候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在用新科技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做。所以其实我觉得新科技是帮助人做某些事情，让某些事情变简单，让你本来做不到的其他事情变成可以做。所以它是让你某些记忆也许能力下降了，但是它同时也增强了你某些其他成分的记忆。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变坏了，它是某些地方变好，某些地方变坏，一个复杂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其实报纸那样单纯的写是不对的这样子。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这个方面。那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写说什么，现在学生用 ChatGPT 啊变笨啦，大家都只会抄啊这样子。你们也可以想想看，用这个方式如果写你们的论文的话，用 ChatGPT 的人的确也许对那些内容的记忆力可能没有传统上我们这样子找纸本的书的人好，或者 Google 的人好。可是你们是不是有其他的能力比传统的好呢？这个就是社会只是改变，社会不是变坏。然后我觉得用这种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些新科技，会有一种更正面，而且也更贴近事实的视角，这样子。我听了也是蛮有启发的，因为像我前几天也是跟在业界就是 talk， 就是这个堂课我做了一个给业界的版本这样子，对，也是有很多人问到类似的问题。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大家可以观察，就是AI 把很多东西都可以重置的，对吧？有人说 AI 可以让有钱跟没有钱也有机会可以重置，就是一个大翻修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倒不会说一定是有些能力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而其他能力开始出来了这样子。而这些其他能力目前我们也还不知道是什么，但也有机会那个就是你可能是就是很适合完成那样能力的人，完成那样的需要那样的能力完成那样 task 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置其实是好事啊，要不然照原本的结构上，对不对？就是我记得每一次重置就会让一家科技公司倒掉，没错，对不对？就是说那个马车的发明让这个马车公司，但这离大家很远啊，对啊，或者说某一个相机的发明让肖像画的企业倒掉，然后数位相机的发明让相片机倒掉，对，但相片机它就是因为本来就做化工，所以跑去做半导体产业，对，其实就是重置。那在这个重置其实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不重置的话，说真的，设计行业薪水我觉得不太可能突然有变更高或更低，对啊，因为它现在重置变成就因为你像说，因为前端变简单了，所以设计师可以去做前端的工作，所以你薪水就变高了。那前端呢就不用交给工程师了，对吧？就是这些都是重置，就每个科技家都是重置。那在过程当中，我觉得选项很多，跟我们以前也不太一样。现在选项很多，资讯截取来源很多，你可以尽可能去努力去探索，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因为有时候直觉一定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真的走出去，头张望看一看，说真的，你可能也不会看到这个问题，让你有机会发挥你的直觉，对吧？所以我个人也会觉得，就是你要 enjoy 生活，探索生活细节，然后观察力是很重要的。对吧？以前可能智力是最厉害的嘛，然后记忆力也是很厉害。可是我觉得你没有观察到问题，跟你没办法洞察到机会的时候，这些能力都不太会发生，尤其是在杂讯很多的年代。对，完全同意。好，那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想问什么问题？有没有特别想要来个 ending question 或什么的？对啊，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也不一定要演讲相关的。
对，其实我们这堂课都邀请蛮多都国外的博士回来，然后任教，其实大家对台湾都蛮有爱的啦，对啊，其实我自己是土博啦，对啊，就很喜欢听这些老师们的分享，然后也是给我不断的上一次是 Grace 嘛，就是Grace 老师，对，不断的 feedback 跟 reflection 哦，可以让因为他的研究是 feedback 跟 reflection，对，然后就是 crowdsourcing 的智慧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让我觉得成长许多。对，幻想自己也在康奈尔的大雪当中饥寒漉漉，对，享受那个冷风-35度是吧？对的感觉这样子。好，沈龙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孟伟，我们实验室的同学？对啊，沈龙，我们是让机器人变成我们让家具机器人变宠物了，变巨型宠物。真的哦。对啊 ，Monster Room 一个 project 这样子。有，我之前有在体验，我觉得韩老师的实验室做的东西都非常有趣，这样子。对，我今天来就带一个重要的任务。我来之前就是我们前主任，我们数位内容前主任这样子，就想跟大家说，没有，他就跟我讲，北科大的同学都非常厉害，所以就欢迎大家如果对政大的研究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一起来合作这样子。对。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对啊，其实我们很多大学部毕业的同学也有去政大，所以那种学生也是蛮多的。对啊，我个人觉得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就是隔壁的学校啊或什么的，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岛外的人啊，对啊，所以对啊，全世界，因为我们一开始国际化是全世界，所以你怎么利用身边的资源啊，找到合适的主题啊，合适的题目，只要能让你继续往前进的，我觉得都是好的。我觉得只要不待在原地，都有机会可以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天空，这样子。对，好，没有，好，没关系，我很习惯了啊。没关系，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然后大家不好意思开口，等一下结束。对，我们结束后会有一个 private， 对，你们可以是 private， 我们通常都会留下来5分钟、10分钟。好，那不管怎样，我们就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悠悠老师来在精彩的分享，这样子。好，那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下礼拜就是期末报告。那期末报告的完整度就是当然是越完整越好啦。但是希望说你的影片的报告当中一定要有实际的一些操作，就是你实际系统运作起来是什么样子。那其实上一次的评图报告当中，有一组还做得蛮不错的，就是那个他用2个同学有点像聊天一样的 talk 的方式，我觉得那个是 Pitch 里面比较舒适的一个做法啦。因为你一个人一直疯狂输出讲话，那个报告就是会觉得语气比较平庸，然后你一直讲话，你就要语速很快，然后去走很多内容。可是就有2个人的穿插，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做法，这样子蛮厉害的做法。对，然后很多的东西是你可以放在简报里，你不见得要讲。对，那我知道这跟以前大家 pitch 的方法不太一样哦。好，但是因为我们人还有阅读能力嘛，所以我们就是有些是用看的，然后有些是用讲的，然后希望大家用多感官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我说这是180秒吗？180秒的影片嘛，180秒的影片。OK， 好，那我们下礼拜就期末，然后下礼拜就期末展了啊，预祝大家五运昌隆。OK， 每一堂课都 pass。好，谢谢大家，谢谢。